今天穿的昂跑那双竞速鞋，这双鞋特清脆，听这个落地的声音。大家伙儿早喽！11月24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。昨天去北边的山里看红叶和瀑布了。今天跟大家聊聊我这个伤，因为前天晚上我去治疗了，第一次，跟大家分享我认为是怎么回事儿，还有像面对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伤的时候，就我的经验吧，好吗？我这伤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这伤第一次发生是在悉尼马拉松赛前的2周，就是那天我按照克莱顿杨的那课表去训练那天，到最后的几公里，就一开始12公里，到最后那几公里，右腿后侧有点麻麻的。但是其实我们本身每个人对疼痛有一个判断，就是它也不是疼，也不是刺痛，就感觉麻麻的。我觉得可能是不小心有一点损伤或者疲劳，就没往心里去。然后之后悉尼马拉松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像不太对，就是它不影响我的运动表现，但是就是不舒服，就有点像腰的问题，就是坐骨神经，就坐骨神经那一条一直到大腿，就膝盖后边上面一点点，整个这一条都不舒服。然后之后就好坏，就这段时间，比方你看我悉尼回来，又是拔牙，又是就悉尼之后还有一个轻微的感冒，我降了跑量，没怎么跑强度，我那1个月就没事了。再复发是什么时候呢？再复发是10月6号。10月6号，当时是在上海那次我们跑那个40公里，那天跑完又有点不舒服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，就是我一贯的逻辑，螺旋上升嘛，就是生病或者受伤这个事儿，你只要去按照一定的强度去练，就是它会好坏好，慢慢就好了。而且当时的那个难受程度跟悉尼马拉松之后比，还是就是要好不少的，就没什么事儿。但是10月整整这1个月就都是好坏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不严重，就是因为它完全不影响我的运动表现，也完全不影响我的生活。之后10月底的那个上海10公里精英赛，连那个强度挺大的，一直在3分20多的配速，但是我也能跑，而且完全不影响发力，它就是有点不舒服。紧接着下一周又是北马，我觉得这2周就这3周的3赛，因为上海精英赛之前那一周的周6是一个场地10000米，场地10000米之后我还没事儿，10公里精英赛之后就有点难受了。然后北马之后，就是当天赛后跟悉尼马拉松比是要好不少的。最难受的就是悉尼马拉松之后，那天我们结束完往酒店往回走，就不停就受不了了，酸疼的，就觉得这条腿特酸。北马之后也没有，但是北马之后到现在这20多天，
就一直就不舒服，就别扭。后来我猛地发现，哎，是不是梨状肌出了问题？因为一般坐骨神经的问题都是要不然就是腰，要不然就是梨状肌。我应该大概率腰没事儿，而且是在一次强度课的时候引发的，可能是梨状肌有损伤，梨状肌比较深，而且运动的时候它的参与度就是不是那么的有感。后来我就弄了一个那种小的硬的那种圆球，就往上坐着按摩的。哎，我发现可能还真的是梨状肌的问题，就有点酸酸胀胀的，一压那儿，坐骨神经这块的感觉就会明显，就会爆发一下。我说那好吧，那就对症去解决。现在就是目前的情况。就像现在我们这么慢跑，右腿大腿的后侧从臀部最凸出来的那个点，就正中心一直向下，大概到哪儿呢？到大腿后侧的一半那个地方，这一小条会觉得有点酸胀感，就好像老有人给你按摩，就按摩。有时候我们去训练之后放松按摩或者滚泡沫轴，会压那个髋关节外侧或者是臀部肌肉的上缘，就像总有人压着那儿那感觉似的，但是没有那么严重，隐隐约约。然后前天晚上去治呢，人家说，哎，你这个根本的起因是因为骨盆有一点不正，但是这个其实到40岁，比如说到40岁，绝大多数成年人没有谁两边是一样的，就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不了的，那就等着这块肉慢慢好吧。但是好消息是应该没有大问题，就我可以该训练，该比赛。但是现在我的决定是，这个月的训练，就11月的训练，我就放弃了，放轻松。然后12月又是一个比赛月，虽然都是娱乐赛吧，把12月以赛代练的扛过去，我估计差不多就该好了。这是我跑步生涯里差不多第2次这么长时间的伤。就是你跑得越好了，练的时间越长了，你患这种伤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一开始跑步初跑者，你无论是说今天这儿疼，明天还是那儿疼，基本上就是很短的时间，它是一个急性伤。那种情况大家不用着急。我上一次还是2024年，那已经是我跑步的第10年了。总跟大家说那个大阪马拉松之后那个静后肌腱，那次也是，那次差不多3个月。那时候有一度我都觉得要好不了了，而且那次比这次严重多了。那次是影响到我，甚至影响生活了，就走路都疼，有一段时间都不能跑，就得摆对了姿势才能跑。所以那段时间经常早上起来，大家看我就7、8公里我就结束了。但是很神奇的是，这种伤它来得快，持续时间长，哎，去的也快，这没科学依据啊。就当时不知不觉，差不多有1周就没事儿了。我觉得这次我这伤应该也是这样。要是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有好的治疗方案，可以分享一下。但是我觉得这种你只能静静的就陪着他度过这段时间，也就这样。所以这就是我面对伤病的一个态度。就是你说会有影响吗？其实我觉得这种伤病影响更多的是跑者的心态，就是你觉得哎呦，我怎么受伤了？我挺努力的训练，怎么要慢慢的减量一段时间，甚至是停2天？
那怎么办呀？会有这种想法，我肯定也有这种想法，但是现在这种想法小很多，因为这都是第一，你不能完全可控；第二呢，就即便说它影响了什么，那该影响也就影响了。就还是你练的时间久了，跑得多了，好多事情可以去，你不能说完全的坦然面对吧，但是可以面对的差不多。哎，小伙伴们，11月24号星期一，今天其实我起晚了，今天一睁眼5点53，我当时一下吓我一跳，我说这怎么办呀？因为我是个特磨腾的人，我从起床到我能出门至少得40分钟，得喝个咖啡，看看电视，回信息，上个卫生间，然后冬天穿衣服还麻烦。你说最气人的是，然后这种衣服穿上了想起来心率带忘带了，然后又不好带，又得脱了再带。可以今天跑了15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3，就跑起来以后就没事儿了。但是你待着的时候，就人就是这样，你稍微哪有点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待着你就开始把那个思想就开始往那儿放。这周末是上海马拉松，我没有名额，明年再说。去参加上海马拉松或者还有其他地方马拉松的小伙伴们，差不多长江以北的城市可能马拉松慢慢就没有了，就天太冷了，因为就进入冬训了。周六直播跟大家分享的线上训练营的事情，我会在上马前后会公布信息，到时候大家看我的频道就好了，因为已经有好多小伙伴来问了，就我到时候统一会说，好吗？进入冬训前就是怎么说呢？结束赛季，调整身体，然后尽量别生病。比赛完了的小伙伴们就该把流感疫苗打起来就打起来。我是神户马拉松之后那个周的周2去打的，因为之前老有比赛，我就怕打完又跟那年似的有反应。今年打完什么反应都没有。我第一年2023年那年就是我打完以后我病了1个礼拜，感觉还不如不打呢，导致周末的有一场比赛我都放弃了。行吧，跟大家闲聊2句，今天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